大家好，我是阿力。在美国西部时间啊，下午3点22分，伊隆马斯克发了一个自己家的这个柴犬狗啊到家的这个推文啊，大家看这个图片啊，那么狗狗币就开始拉升了。那么拉升的这个时间点跟推文的时间非常的匹配啊，都是15点22分。那么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说的，有很多机构呢在利用机器人抓取伊隆马斯克他的推文的这种说法。那么今天的视频我们将聊一下啊，第一，伊隆马斯克是否真的放弃了狗狗币啊？那么这其中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啊？我们将在节目里面一一跟大家探讨一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比特币链上数据呢发现巨额的转账啊，连分析师他也无法测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第三点啊，有史以来最准确的这个比特币的逃顶数据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而且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指标啊，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啊，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美股投资啊，希望你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啊，这样就不会错过每一期重要的信息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节目的第一部分啊。那么狗狗币在美国西部时间15点22分突然发动啊，当我看到之后，马上我又翻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最新的推文啊，没想到呢，伊隆马斯克真的是发推特了啊，他发的推特呢是这个我们家的这个叫 Floki 的这个狗啊，新狗子到家了。然后呢，因为这个狗狗币嘛，跟这个狗有关，所以狗狗币上涨了。但是呢，很多朋友也告诉我啊，还有一个币叫 Floken， 它也跟着暴涨了啊。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在2021年6月25号的时候发了一条推文，大家看这个图片啊，他说自己啊将要买一条柴犬狗啊，狗的名字呢叫做 Floki。那么紧接着当天有一个叫 Floki 的这个 token 币啊，它就出来了，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那么这种币呢，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次，是毫无节操的蹭流量之流的垃圾币啊。那么果不其然，今天这个币呢就跟着这个伊隆马斯克的推文呢跟着暴涨啊，因为也是用机器人抓到了这个关键的信息。那么因为这个推文里面提到了 Floken 这个词了嘛，我现在觉得是不是这些无聊至极的毫无底线的垃圾发币人啊，是不是要把伊隆马斯克家里所有的名词都要发行对应的这个币发一遍呢？那么伊隆马斯克是不是要把自己家里面所有的不管是家具也好，什么东西也好，这个所有的都要注册商标？那么这也太难了，对于这个老马来讲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突然之间出现的这个垃圾 token 币啊，诸如这些柴犬币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屎币啊，包括宝贝狗币啊，最近还有一个叫什么老婆狗狗币啊，都是盯上了这个狗狗币的这种魔音币的这个模式啊。其实这个他们都是觉得，狗狗币就是这样子，狗狗币就是魔音币啊，没有多少的实际应用，这个缺点。所以大家既然你可以发狗狗币，我凭什么不能发这些垃圾币呢？那么大家就凭空造出来一些 token 来割韭菜啊。但是呢这些垃圾币跟狗狗币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说一下，狗狗币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区块链主链的啊。而其他的币它就是一个 token， 就是放一个合约地址在 Uniswap 上面就开始发币，就开始割韭菜了，然后自己的资金进去拉一波，拉上来，拉暴涨个100%、200%，甚至是暴涨个1万、2万，然后呢，这些韭菜们一看这币涨了啊，就 FOMO 的不行啊 ，FOMO 的睡不着觉，赶紧的去买了完之后呢，发现主力资金开始逃了。那么所以说啊，我希望就是如果你不小心参与了这种垃圾币啊，一看涨了呢，就赶紧见好就收，千万不要恋战啊。但是关于这一点啊，那么伊隆马斯克本人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啊。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尽量呢在这个推文上，在社交媒体上少提狗狗币、柴犬币啊、Shiba Inu 这种词汇，所以这应该呢也是最近狗狗币总是不涨的原因，因为这个老马他貌似呢是不喊单了，但是呢老马知道这个截胡狗狗币的这种垃圾币啊太多了啊，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那么也是给狗狗币一个磨练，给持有狗狗币的这个所有的支持者们一个磨练啊。那么老马本人呢，只是在默默的在支持狗狗币基金会，在做一些实事。等这个条件成熟了之后再喊单也是不迟的。那么我们持有狗狗币的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你手里面还有子弹呢，就在低点进行加仓，耐心等待狗狗币基金会的好消息。如果说没有子弹了，就干脆呢把这个交易软件卸载了啊。那等哪一天这个大家看到新闻说狗狗币暴涨了，你再去装这个软件也不迟。
好，我们来看节目的第二部分啊。那么昨天呢，也就是这个9月11号，价值3170亿美元的比特币被转移到了这个链上。但是呢，大家看这个图片啊，根据下面这个图片来分析，昨天呢并没有这么大量的比特币转到这个交易所，或者是说从交易所转出去。那么我们只能猜测呢，这是不是机构在调仓，从一个钱包转到另外一个钱包？那么目前呢，很多这个推特上的这个链上分析师啊，他们表示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数据啊？那么等明天的链上周报出来之后，我们进一步来分析大数据，看看是不是有机构在这么操作啊？但是呢，也不能完全的掉以轻心，万一呢是非常精明的机构的一个操作，那么后市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只能以不变应万变，时刻准备着再次插针啊，准备好子弹进行抄底。那么另外数据显示啊，截止到昨天的时候，1000万美元以上的转账占链上所有转账量的 81.5%。我们上周的节目啊分析过很多次了，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啊，那么说明机构在占主导地位啊，再一次强调一下，机构占了主导的地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今天比较关键的第三部分那么让我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一下一个比特币逃顶啊以及抄底买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其实这个指标呢是非常简单啊，就是利用比特币2年，也就是730天的这个 MA 的指数，也就是2年的这个平均移动均线作为通道的这个底线。那么上限呢，就是这个指标的数字啊，单纯的乘以5啊，就是单纯的这个5倍。一旦比特币的价格在这个下限附近呢，这个移动的时候啊，就是抄底的买入的信号。那么一旦这个比特币价格超过上限或者是接近上限的时候啊，就是逃顶卖出的信号。我们来看这个指标最近的这个买入信号和逃顶信号，大家看看图片中粉色部分啊，就是逃顶的绝佳的时期，绿色部分就是抄底的绝佳时期。那么2018年的大顶呢是预测的非常的准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2014年的逃顶信号出来之后，大家看左边这个，那么比特币价格持续走高，在2015年的这个买入信号的这个指标呢，竟然比之前的卖出价格还要高。那么这说明一个问题，长线来看，比特币呢还是长期持有。那么结合我们之前分析的各种大数据啊，那么机构持有的比特币越来越多，意味着市场上的比特币呢越来越少，可以买得到的币越来越少。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下车呢，都会减少以后上车的概率，因为你的币呢流入了大机构的这个钱包里面去了，你再想买回来的话就难上加难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这个指标的原理，为什么可以用这个指标作为逃顶或者是买入信号的一个参考呢？那么这里面呢还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啊，就是供需关系的不平衡导致的。那么随着比特币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啊，加上比特币自己的这个减半的周期啊，大家都知道每4年减半一次，那么它也会经历这个牛熊的周期，每次减半之后就会引发市场参与者的过度的兴奋啊，那么加上这个持有者不愿意卖出手中的币，供需关系呢严重失衡，导致了价格过度上涨。那么同样的道理啊，等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啊，涨到了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那么熊市来临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市场参与者过度悲观呢，导致价格过度回落，再加上这个机构啊，他们就是这个及时套现跑路了，那么识别和理解这些时期啊，可能对长期投资者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总之呢，这个指标的原理呢是非常的简单，但是在通常情况之下啊，大道至简啊，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订阅啊，这样我们才能在下期节目再会啊，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